婚呢，就开始乱花我哥的钱了。我哥辛辛苦苦上班，一个月才挣几个钱？这是咋了？新媳妇刚进门就吵起来了。周家这小姑子嗓门可真不小。你倒好，刚进门就买烟买酒买皮鞋，不知道孝敬爸妈也就算了，还想把我哥家底儿败光啊！我早就说了，我哥的工资就该交给我妈管，不然被他这么败下去，我哥月底都得出去借钱。爸，这也是您的意思吗？老大媳妇儿，你妹妹也是好心，老大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哪经得起你这么花？原来爸也这么想。小林啊，你爸不是怪你，就是怕你年轻不知道过日子。就是我妈是过来人，钱交给我妈管肯定比交给你强。各位叔叔阿姨，正好大家都在，我想请教个理儿。这结了婚分了家的小两口，丈夫工资还得全部上交给父母吗？那肯定不行啊，哪有工资还往回交的道理？那这不等于没分家吗？可不是嘛，没分家时一块吃饭，交点伙食费还说得过去，可分了家就得顾着自家小日子，亲妈都没这道理管工资，何况是后妈呢？孙姨，你这话啥意思？我妈怎么就不能管了？我说的是理儿，又没点名道姓，你急啥？德厚啊，这话确实有点过。小两口新婚燕尔，手里没钱，怎么过日子？人家刚结婚就有工资，这也太管人家钱干啥？工资跳这么高，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嫂子呢。刘奶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没逼她交钱，她不乐意就算了。哼，但以后你花钱得有数，老大挣钱辛苦，可别由着性子乱来。爸，我明白的，这是特意给您买的。听建国说您喜欢抽大前门，也喜欢喝两口白酒，我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就照着他说的买了。哟，这不是给老周买的吗？刚才谁说人家不孝敬爸妈来着？那也不能证明他没乱花钱，谁知道是不是做样子给大家看？小妹，我和建国脚跟还没站稳呢，你就给我扣上败家的帽子，连句解释都不让我说。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给我自己买的，是我准备明天回门要带的礼。我就说建国这孩子眼光差不了，小两口明天回门备点礼多正常啊。桂兰，这事儿就是你的不对了，孩子还没说话呢，你就由着小梅在院里瞎嚷嚷，不是让新媳妇难做人吗？小梅也是心疼他哥，一时着急。就算是回门礼也不能这么浪费啊！又是烟酒又是皮鞋，这是打算把家底都搬回娘家吗？这样的媳妇谁家敢要啊？小妹，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准备这么厚的回门礼吗？第一，因为我娘家给的嫁妆更厚，建国给的4大件和200块彩礼，我爸妈一分没要，全让我带回来。不光这样，我爸妈还添了16床新被褥，另外又给了200块压箱钱。我娘家这么体面，我要是空着手回去，外人会怎么说？说我不懂礼数，还是说咱爸不会做人？我总不能让人背后戳咱爸的脊梁骨吧？小林，你可别是吹牛吧？你爸妈都是乡下人，哪来这么多钱给你当嫁妆？该不会是打肿脸充胖子吧？对啊，你一个乡下来的，哪来的这么厚嫁妆？你别在这糊弄大家。小林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没必要为了面子说大话。赵爷，我还没开口呢，您怎么就知道我说的是大话？他说的是真的。周公，你刚结婚，护着媳妇儿也正常，可朕不是嘴上说说就有的。大娘，我爸妈确实是农村人，可农村人就不能疼女儿了吗？我爸花和我大哥挣的都是满工分，我二哥7年前就当兵了，现在已经是副连长。副连长那可不得了啊！小林娘家还有当兵的哥哥。我二哥每个月都会给我寄10块零花钱，这次200块压箱钱里，他一个人就出了整整100，一个哥哥就给100啊！有些人还说人家乡下来的没底气，现在看人家娘家硬着呢。要不是我拦着，我爸妈给的只会更多。大娘，现在您信了吗？哼，我就是随口一问。没事儿，问清楚也好，免得以后有人拿我娘家说事。刚才说的只是第一个原因，现在说第二个。行了，老大媳妇儿，既然解释清楚了，就别在院里说这些了。爸，您别急啊，小妹刚才可是当着全院人的面说我花光了建国的钱，我要是不说清楚，以后我这败家的名声不就坐实了吗？是该说清楚，人家新媳妇儿刚进门，名声最要紧。小梅这丫头刚才话说的太难听了，我又没说错，这些东西不要钱吗？当然要钱，但今天买的所有东西花的全是我自己的钱，不只是今天这些东西，昨天办酒席的钱也是我出的。昨天下午我还帮建国还了同事50块钱。啥？酒席钱是新媳妇出的？周公可是工程师啊，结婚还要借钱。至于小妹说我花光了你哥的家底儿，我倒真想问问，你哥有家底儿？不对啊，我记得周公是64年大学毕业，一毕业就进厂当技术员，那可是正式工。现在都升工资，少说也有40-50吧，工资肯定更高。是啊，他没孩子，
怎么结个婚反而没钱了？这事儿听着是有点怪。周公，你的钱呢？王婶儿，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儿。爸，刚才小妹骂我败家的时候，您可没说这是家里的事儿。这钱的去向啊，恐怕得问问爸了。行了，老大媳妇儿，事情解释清楚就行了。天不早了，明天他们还得回娘家，都回去吃饭休息吧。是啊是啊，都是一家人，别让大家看笑话了。哥，先进屋吧。周德厚这个老狐狸，仗着建国性子闷，不爱跟外人抱怨，就让他吃了这么多年哑巴亏。今天我就非要撕开他的伪善面具，让全院都瞧瞧他是怎么算计亲儿子的。我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老公是个大孝子，看他周德厚以后还怎么用孝道拿捏他。爸，今天建国工资这事儿，我必须掰扯清楚。免得以后小妹或者二弟再说我败家，我岂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刚才王婶不是问建国的钱去哪儿了吗？爸，要不您说，还是我来说？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我爸是长辈，你有没有点规矩？小妹，现在知道讲规矩了。你刚才当众骂嫂子败家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规矩？这新媳妇儿嘴是厉害，可句句占理。要是换我被这么冤枉，我也得说清楚。我家建国工资是不低，从他上班第1个月起，爸就说他是老大，要交家用。一开始每月10块，10块，那可不少了。后来涨到15，涨了，现在是每月25。25，周公1个月在家也住不了几天，交这么多，25块钱都够一家人过大半个月了吧？桂兰，你不是总说建国性子冷，不懂兄弟情，对他爸也爱搭不理，跟白养了一样吗？你怎么没提过他每个月交这么多家用？我那也是随口说说，家里开销大，他当老大的多帮衬点也正常。赵姨说的对，家里开销大，建国当老大的该帮衬。可这钱不只是交，爸还每个月亲自去厂里领。亲自去厂里领？大家要是不信，去财务科一问便知。从最开始的10块到15，再到现在的25，这几年一天都没落下。老大媳妇儿，爸，我说错了吗？建国，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周公，你1个月真交20多块？爸说我是老大，比弟弟妹妹多读了几年书，家里在我身上花的钱多，我理应多帮衬家里。而且我住在家里，赵姨每天打扫也辛苦，我也该出点房租。房租？德厚，我没记错的话，你再婚前还没分到房吧？那时候你们住的可是沈玉芳的房子，建国住的是他亲妈留下来的房子。你这个当爹的没给儿子交过房租，怎么反过来要儿子给你交房租？原来这房子不是老周的，那让建国交房租，这就说不过去了。怪不得人家新媳妇要掰扯清楚，不然这哑巴亏吃一辈子。那也是我爸把我哥养大的，一点钱怎么了？小梅，大人说话你先听着。还有建国读书的钱，沈玉芳当年是为了保护厂里财产牺牲的，厂里发过抚恤金。是啊，这事儿我记得，当年厂里还开过表彰会。那笔抚恤金理应是给建国的，难道那笔钱还不够他读书，要他工作后再还给你不成？建国不说不代表他不疼，可他们就是吃准了他重情、孝顺、沉默，才敢一次次踩在他身上吸血。爸，我刚进门您就说我乱花钱，可建国这些年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家里，连结婚都要借钱。您说他是老大该帮衬家里，可他也是您的亲儿子啊。何老爷子，我没那个意思，我是怕那孩子乱花钱才帮他存着的。既然爸说是替我老公存着，那他结婚急用钱想跟您拿的时候，您怎么又说家里1分钱都没有了？在爸心里，难道建国这个亲儿子还比不过一个继子？你胡说什么？二哥也是我们周家人。我说他不是周家人了吗？我只是问，为什么二弟结婚时，爸又是买自行车又是买手表，彩礼还给了足足200块？这事我记得。怎么到了亲儿子结婚，爸就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我老公走投无路，只能跟同事借钱，才勉强凑够彩礼。周公这么体面的人，结婚还要借钱，听着真不是滋味。小妹刚才还吵着要把建国以后的工资都给家里管，要是真都给家里了，别说以后养孩子了，恐怕我和建国都得拿着破碗上街要饭去了。你少在这里装可怜！我装可怜？小妹，
你哥这些年每月交钱，结婚还要借钱，到底是谁可怜？我还想问问二弟、三弟，你们每月也交伙食费吗？也交10块、15块、25块？我只是个临时工，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哦，那就是没交了。二弟不吭声，看来也是没交。闹了半天，这家里就我家建国一个人吃饭，所以就该他一个人交伙食费是吧？还是说，爸，您和赵姨、二弟、三弟、小妹才是一家人，建国反倒是个外人？老大媳妇儿，你别胡说八道，根本没这回事儿。没这回事儿，那为什么只有建国交钱？为什么二弟结婚爸能拿钱，建国结婚爸却1分没有？为什么说替建国存钱，他用钱时又拿不出来？小林，都是一家人，话别说的这么难听。赵姨，刚才小妹当众骂我败家的时候，您可没让她把话说好听点儿。还有，刚才三弟说自己是临时工，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二弟现在这份正式工作，好像还是继承我婆婆的吧？对呀，我想起来了，当初沈玉芳牺牲，厂里特意保留了她正式工的身份，说是等建国长大了直接顶替。没错，我也记得这事儿。玉芳那时候可是为了厂里财产没的，厂里很重视。后来桂兰进门，好像就是她先接了这份工作吧？我那也是为了这个家。建国当时还小，工作总不能空着，我只是先顶上。哟，桂兰，你当年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你当时在院里洗衣服，还跟我说你只是先帮建国占着位置，怕时间长了工作黄了。你还说早点上岗也能多挣一份工资，每个月工资都给老大存起来。桂兰，这钱呢？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我哪记得那么清？你不记得，我记得。建国，你赵姨后来把工资给你了吗？没有，我只记得小时候，赵姨带我去厂里找厂长办了交接手续。后来二弟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赵姨就把工作转给了他。这件事儿，我也是放学回家后才知道的。这不就是占了人家亲妈的工作吗？还说帮建国站着，结果转给自儿子了。建国这孩子也太能忍了。赵姨，电子管厂车间正式工1个月30块总该有吧？1年360，20年就是7200。先不说这7200，就说现在一个正式工名额有价无市，卖个800、1000块都轻轻松松吧。可我家建国连1分钱的影儿都没见着。桂兰，要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工作可是沈玉芳用命换来的，你这占了坑就不挪味儿，不合适吧？孙妮，这是我们家事，你少掺和。你们家小梅刚才嚷嚷的全院都听见的时候，怎么不说这是你们家事儿？好在建国这孩子考上大学，一毕业就进厂当了技术员，要不然这份工作没了，他以后可怎么办？只不过如今周公也娶媳妇儿了，小林又没工作。是啊，要真计较起来，我婆婆这份工作，我这个唯一的儿媳妇，是不是比二弟更有资格继承？你这话什么意思？赵姨，你激动什么？是怕我真想要这份工作吗？放心，我没兴趣。只不过，就算我不要，我婆婆的工作也轮不到二弟这个跟我老公没半点血缘关系的人来接吧。周家大院就算是三弟，也比二弟更有资格继承这份工作。您说对吧，爸？今天我就是要亲手撕下他们那副伪善的面具。真当20多年过去，大家就忘了当年的事吗？我要让全院人都知道，周建军根本不是周德厚的亲儿子。以后周德厚再敢对继子比亲儿子还好，我就天天在院里闹，看他是更疼继子，还是更在乎那张老脸。老大媳妇儿，你肯定是记错了。哦，你婆婆那份工作转给老二时，我让她写了欠条，按当时最高价500块买下，老二每月还一点，那500块我就替老大存起来了。对，是这么回事儿。当年家里忙，可能没跟建国说清楚。至于你们结婚，确实是我没问清楚。老大突然回来说要拿钱结婚，可女方是谁哪里人，他什么都没说。我以为他遇上骗子，就说家里没钱。爸是怕建国被骗。当然，哪有当爹的不疼儿子的？后来他没再提，我还以为骗子没得逞，哪知道他是真谈了对象，还结了婚。原来如此。如今既然你们结婚了，我本来就打算晚上吃饭时说这事儿。等厂里忙完这阵子，我就请假去银行，把给老大存的钱取出来给你们小两口。厂里什么时候不忙，谁说得准？进了我口袋的钱，哪有再退出来的道理？我就说嘛，这世上哪有不疼亲儿子的爹？既然爸都这么说了，我当然信您。建国厂里财务那边可都有记录，我算了一下，这5年多他一共交了860块，再加上二弟买工作的500块，总共1360块。多少？没错，那就好。等过几天，我就取钱给你们。对了，还有建国的彩礼钱。爸，二弟结婚时您又给彩礼又买自行车手表，
建国也是您的儿子，总不能差太多吧？亲儿子结婚，爹总得表示表示。何况建国以前还交了那么多钱。老大结婚，彩礼里头由我来出。既然东西你们买好了，那爸就补500块。到时候连着他之前存我这儿的钱一并给你们，也就是1860块。爸，我没算错吧？没错。大家可都听见了，爸说过几天就把钱给我们，我就说爸心里还是疼建国的。我和建国也不是不孝顺，虽然我们分家了，但等爸退休，我和建国该孝敬的绝对不会少。到时候会和2弟、3弟一起，每月给您养老钱。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大哥现在就不用孝敬爸了吗？爸现在有工作，身体还硬朗着呢，哪需要我们孝敬？你没听爸说吗？大哥交的钱他都给存着没动过，既然是存着没动，那就说明爸根本不缺我们这点钱。现在我和建国结婚了，自然不用爸再帮忙存着。我们以后也要养孩子，当然得自己攒钱。不过逢年过节，该孝敬的钱和礼一分不会少。2弟、3弟现在不也是这样吗？对吧，爸？大哥怎么能跟2哥、3哥比？大哥的工资够了，你给我闭嘴！爸，你凶我！今晚这些事儿还不都是你惹出来的，还嫌不够丢人吗？这才哪儿到哪儿，以前你们怎么欺负建国的，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来，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吃糖。昨天我和建国的酒席办得匆忙，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小林，你这孩子客气了。新媳妇懂礼数，也会过日子。建国娶得好，可不是嘛，比有些当长辈的还懂事儿。我和建国也是头次结婚，身边没个长辈指点帮衬，难免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头次结婚没长辈帮衬，这不是说周家没人管他们吗？可不嘛，亲爹后妈都在，结婚还让儿子借钱，像什么话？今天这脸，老周家是丢大了。大家吃糖，沾沾喜气。辛苦你了。这才刚开始。都散了吧，有什么好看的？王婶儿，多拿点，给家里孩子舔舔嘴。好好，小林啊，以后有事就喊一声，别自己闷着。对，有些人就怕事情摊到明面上，以后谁再欺负你们小两口，我们可都看着呢。那就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了。1860块，老周这回怕是都过去了。还有工作那事儿，要是闹到厂里可不好看。建国这媳妇儿不简单啊。想关上门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没那么容易。建国，走吧，回屋。哎呦，小林，你这也太舍得了。王婶儿，您刚才帮我们说了公道话，这糖您可得多吃点，舔舔嘴。瞧你这孩子，嘴真甜。当然知道王婶多半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可只要结果对我有利，别人图什么并不重要。哎呀，我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新媳妇。结婚第1天就敢跟公婆顶嘴，还说什么娘家宠闺女。我看啊，就是有娘生没爹教的赔钱货。嫁了人就得以夫家为天，公婆就是你的天，不夹着尾巴做人，好好伺候公婆，还敢在院里顶嘴。小林刚跟人分糖呢，他这又发什么疯？你这种眼里没长辈的不孝媳妇儿，有好东西不先孝敬公婆，就知道往娘家花了。放以前早就被一封休书打发回娘家了。好啊，正愁刚才那场戏不够热闹，你自己送上门了，休了我。大娘，您这话可真新鲜，大领导可都发话了，咱们得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您这一套公婆是天休妻，儿媳得伺候公婆的理论，是想跟大领导唱反调吗？还有您说的伺候怎么伺候？像旧社会的奴才那样伺候吗？你别乱扣帽子！报纸上天天都在批判旧思想，大娘这是公然顶风作饭啊！要不要我陪您去派出所好好聊聊？小林，你可别乱说，我妈没那个意思，她就是胡咧咧。回头我说她，你千万别往心里去。马同志，您别急啊，我还没说完呢。刚才您妈张口闭口就是以夫为天，休妻赔钱货，说的那叫一个顺溜。想必平时在家没少这么念叨吧？照您妈的意思，嫁进马家的儿媳妇就得当牛做马伺候你们母子，最好再把娘家搬空来倒贴，这才算好媳妇儿。您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您可就在旁边听着呢，不拦着也不反驳。看来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觉得媳妇儿就该当牛做马，女儿就是赔钱货吧？谁敢说我的女儿是赔钱货？秀兰，妈，你们听我解释。志强，你妈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马家嫌弃我外孙？妈，没有，我怎么会嫌弃小燕他们？要是嫌弃，就让秀兰带着小燕3姐妹回娘家。我这个当姥姥的还养得起他们。妈，我真没不喜欢女儿啊，小燕他们都是我亲生的，我怎么会不疼？小燕，快跟姥姥说，奶奶是不是最疼你们？是不是经常给你们煮鸡蛋吃？小燕，快说呀！小燕，你只要跟姥姥解释清楚，爸爸妈妈就不会离婚，不然姥姥生气了，让爸爸妈妈离婚，你可就变成没爹的孩子了。拿离婚吓唬孩子，真够有本事的。小燕，你说奶奶是真的疼你对吧？奶奶会给我和妹妹煮鸡蛋，奶奶很喜欢我和妹妹。妈，您听见了吧？我妈就是瞎说的，她没那意思。秀兰，
我妈平时总夸你，说你是天下第一的好儿媳，说我能娶到你是老马家祖上积德。亲家母，您别气，我刚才就是嘴上没把门，嘴上没把门就能骂女娃是赔钱货？亲孙女我哪能不喜欢？我疼小燕他们还来不及呢。秀兰这么好的姑娘嫁到我们家，我心疼她跟心疼亲闺女似的，平时碗都舍不得让她洗，哪能让她当牛做马？亲家母，您不信就问秀兰，我可不是恶婆婆。秀兰要伺候，也该是我家老大伺候她。对对对，我伺候秀兰，我伺候。原来大娘也知道让儿媳妇当牛做马是恶婆婆才干的事儿啊！您自己都不屑做，转头就骂我不敬公婆，这是想怂恿我公婆当恶人吗？大娘，是我公婆哪儿得罪您了？您要这么害他们？我没有。小林，你别听他胡说，我跟你爸没那么多旧规矩，你们分家了就跟老大好好过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赵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妈，秀兰都下班了，您快回去生火做饭吧。您还嫌不够丢人吗？小林、周哥，我代我妈给你们道歉，她这人嘴笨，不会说话，心眼不坏，您别计较。没事儿，我这人向来有仇当场就报了，不喜欢隔夜。只要大娘下次别再胡说八道，我不会揪着不放。当然，如果下次马大娘还敢乱说话，我也不会给她留半点情面。是，我回头一定说她。对了，恭喜你们新婚快乐，早生贵子。谢谢祝福。厉害归厉害，这才哪儿到哪儿，好戏还在后头呢。今天的事儿，你早就计划好了。算是吧。你不会怪我吧？怪你什么？该说的话，我自己说不出口。你替我说了，我谢你还来不及。这个男人话不多，心里却什么都明白。建国，我嫁给你，不是为了来受气的。你放心，我有分寸，不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但该争的东西，我一定会替你争回来。我知道。我去做饭。我帮你。不用，今天你够累了。味道还不错。随便做的。比我想的好吃。这些东西加起来花了小20块钱，但该花的钱不能省。回门礼寒酸了，丢的是周家的脸，也是我的脸。明天我骑车带你回去，路上颠簸，这些东西得捆结实。好，我爸妈还不知道我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家。明天回去，我得把话说清楚，让他们心里有数。关键时候也好给我撑腰。小妹，有什么事儿尽管跟二哥说，谁敢欺负你，二哥第一个不答应。二哥要是知道我在婆家受了委屈，怕是能连夜从部队赶回来。想什么呢？想明天回门的事儿。别担心，我会好好表现。我当然知道你会。建国，你怨不怨你爸？有什么好怨的？我妈走的时候，我才5岁。这些年，她好歹把我拉扯大，也供我读完大学。这份恩情我记着。这就是周建国，再怎么被亏待，他也不会说父亲半句不是。可正因如此，周德厚才敢明目张胆的去吸他的血，拿他当提款机。你爸拿你的钱补贴老二、老三和小梅，这些年少说也有2、3千块了，你不心疼？钱没了可以再挣，我有手有脚有技术，养活你绰绰有余。至于他们，以后的路以后再说。他只是习惯了沉默，习惯了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可这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乎。建国，以后有我呢，你不用再一个人扛着。鸡蛋也带上。王婶昨天硬塞的，说给我们补身子。王婶这是在示好，昨天的事让她看清了周家的底细，也知道我不是个好惹的。以后有什么事儿找她帮忙，她多半不会拒绝。风大，围巾系紧点。知道啦。爸，早。路上小心。谢谢爸，我们会的。爸，我们先走了。这笔账他不想认也得认。风大，你抓紧点。
冷不冷？这样就不冷了。从城里到林家村，骑车要2个多小时，可建国脚力好，1个半小时就到了村口。这棵老槐树有上百年了，我小时候常在树下乘凉，也在这里跟村里的孩子们捉迷藏。哎呀，这不是秀珍吗？大女婿回来啦！秀珍回门了，快看看新补爷。王婶子好，这是建国，我们今天回门。小伙子长得可真精神，哎呦，还带了这么多东西。秀珍，你婆家挺看重你啊，都是建国准备的。听说还是大学生，城里的工程师。那可不，秀珍你可真有福气。婶子别夸了，再夸他该不好意思了。你家那边我知道，往前走，过了水井再拐弯。婶子，我认识路。我知道你认识，我这不是高兴吗？快回去吧，你妈肯定等急了。秀珍回来了，闺女瘦了。妈，我才嫁过去1天，哪能瘦这么快？是不是在婆家吃不好睡不好？是不是他们给你气瘦了？妈，我好着呢，建国对我可好了，天天变着法给我做好吃的。妈，哎，好，快进屋，外头冷。好好带我闺女。爸，我会的。妹夫，头回上门，必须喝2杯。大哥，你就知道喝酒，建国还得骑车带我回去呢。嘿嘿，那就少喝点，意思意思。秀珍，快进屋暖和暖和，饭马上就好。嫂子，我来帮你。不用，你今天是客，哪能让你干活？去陪建国坐着。对，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干。厂里忙吗？还行。工程师累不累？还行。爸，建国给您带了好烟，您尝尝。爸，听秀珍说您偶尔抽烟，我就买了些，不知道合不合口味。不错，不错。他大概是怕我爸不喜欢他。其实我爸这人，只要对方对我好，什么都好说。建国，多吃点儿，别客气。谢谢妈。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来，妹夫，第1杯，欢迎你进我们林家的门。谢谢大哥。行，不喝了，说正事儿。妹夫，听秀君说你是电子管厂的工程师，工资不低吧？每月62块，厉害呀，比我这个生产队长强多了。秀珍跟着你不愁吃穿。秀娟，你公婆对你好不好？你那个小姑子是不是经常为难你？周德厚这老东西，心眼子也太多了，不像话！他敢欺负我妹妹，我现在就找他算账去。大哥，别冲动，这还能忍？昨天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以后他们不敢轻易为难我。再说了，建国护着我呢。大哥放心，我不会让秀珍受委屈。你最好说到做到，一定。秀珍，要是他们再欺负你，你就回来，咱家养得起你。不管嫁到哪里，娘家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秀娟，这是你二哥上个月寄回来的钱。二哥寄给家里的？不是，他说让我转交给你。妈，二哥自己也要用钱，怎么又寄这么多给我？你二哥说了，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钱留着也没用，给我妹妹花比什么都强。还有，他让我告诉你，要是婆家有人欺负你，就写信给他，他会来收拾他们。二哥还是那个脾气，他嘴上凶，可心里最疼你。二哥就是嘴硬心软，嘴上说的凶，其实比谁都疼我。妈，够了，真的拿不下了。拿着，路上小心点儿。骑慢点儿，别颠着我妹妹。大哥放心。
记住我上午说的话。爸，我记住了。有事儿别憋着，写信回来。知道了。别怕给家里添麻烦。爸妈、大哥、大嫂，我们走了。路上慢点儿。这个男人话不多，却把我放在心尖上。累不累？不累，困了就靠着我。我一直靠着呢，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怎么了？没什么，他们一定是在想怎么对付我。可惜他们打的那些小算盘，在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这钱是我的底牌，轻易不能动。赵桂兰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建国这5年多一共交了860块，加上二弟买工作的500块，再补500彩礼，总共1860块，没错吧，爸？没错。周德厚嘴上答应的痛快，可真要他掏钱，怕是比登天还难。我得想个法子，让他不得不兑现承诺。想什么呢？没什么，在想明天的事儿。秀珍，我爸那些钱你别太放在心上。怎么，你不想要了？不是不想要，是觉得不值当为了钱把家里闹得太僵。家里，建国，你现在已经跟我成了一个小家。我现在有工资，养活你绰绰有余，那些钱他要是不给就算了。周建国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软和，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建国，你听我说，这钱必须要回来。秀珍，不是因为咱们缺这点钱，而是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年，凭什么让他们白拿？你妈用命换来的工作，凭什么让周建军占着？你不替自己争，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以后只会变本加厉。我知道他心里在挣扎。你是老大，要懂事，要孝顺，要让着弟弟妹妹。建国，你爸养大你不容易，你可不能没良心。大哥工资高，多给家里点，怎么了？从小到大，他被灌输的都是孝顺、忍让、顾全大局。可正是这些所谓的美德，让他成了周家的提款机。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他们欺负你。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我来出这个头。他们要恨就恨我好了。秀珍，别说了，我既然嫁给你，就是你的人了。夫妻一体，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包括你爸。我知道，他心里是感激的，只是不善于表达。这个闷糊头，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学会为自己说话。老大媳妇在家吗？来的倒挺早。妈，您找我有事儿？老大媳妇儿啊，昨天你们回门带回来不少好东西，这是你爸让我给你送来的，说是给你们小两口的回礼。这玩意儿在乡下遍地都是，根本不值几个钱。妈，您太客气了，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好意思收？客气什么，都是一家人。你们刚结婚，手头紧，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但好歹能填填肚子，你可别嫌弃。就是有的吃就不错了，别挑三拣四。妈，我不是嫌弃，是真不好意思收。您看，我们昨天回门代理花了不少钱，爸还说要补贴我们500块彩礼钱呢。您这一送东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要钱了。要不这样，您把这些东西拿回去，等爸把钱给我们了，我再好好买些东西孝敬您和爸，您看行不？大嫂，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我妈好心好意给你送东西，你还嫌弃？小妹，我哪有嫌弃？我是真心感谢妈的好意，只是我们刚结婚，手头确实紧。爸不是说要补贴我们吗？我这不是着急等钱用吗？
小妹你也知道，你大哥这些年交给家里的钱可不少，现在我们成家了，总得有点积蓄才好过日子吧？你就知道钱，过日子不看钱，难道看你跺脚吗？老大媳妇儿，你爸说的话自然算数，那就好。钱早晚会给你们，你急什么？不急不急，我就知道爸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妈，那这东西您还是拿回去吧，等爸把钱给我们了，我一定买些好东西孝敬您。你等着，小妹慢走，别摔着。想用这点破烂东西堵我的嘴，做梦！小珍，你婆婆给你送什么好东西啦？没什么，几斤地瓜干，我嫌太客气了，没收。地瓜干也拿得出手，真是抠门到家了。刚才外面什么动静？我把地瓜干给他们送回去了，他们不收，又给拎回来了。他们这是故意给你添堵。没事儿，我能应付。你安心上班去，别担心家里。秀珍，你要是受了委屈，一定要跟我说。放心，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小珍，刚包的饺子给你尝尝。孙姨，您太客气了，快进来坐。小林啊，我可得提醒你一句，赵桂兰那个人面上笑呵呵的，心眼子坏着呢，你可得小心点儿。放心，我心里有数。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一大早来找你吗？愿闻其详。昨晚我听见他跟周德厚在屋里吵架，好像就是为了那些钱的事儿。钱？就是周德厚答应给你们的1860块。赵桂兰不愿意拿出来，说那些钱早就花得差不多了。果然，他还让周德坤想办法拖着，能拖一天是一天。我就知道他们没那么痛快。还有一件事儿。什么？周建华也闹起来了。啊？他昨晚在屋里说，既然建国不要那份正式工的工作，就该给他。他说自己是亲儿子，凭什么让周建军站着？周建华也开始闹了。可不是嘛，赵桂兰被他闹得头疼，说要想想办法，也不知道他又憋什么坏主意。周建华想要那份工作，这倒是个可以利用的点。周建军不是周德户的亲儿子，这事院里的老人都知道，只是碍于面子没人提。但凡有人捅出来，周建军的处境必然尴尬。而周建华是周德户的亲儿子，如果他去争那份工作，周德户和赵桂兰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这出好戏，我可得好好看着。你是不是有主意了？孙姨，我一个刚进门的新媳妇儿，能有什么主意？你这丫头，嘴上说没有，心里怕是比谁都明白。孙姨，这饺子我可得好好尝尝。吃吧，往后有事儿就叫我一声。那我先谢谢孙姨了。周德厚、赵桂兰，你们想拖，那我就给你们添把火。到底是年轻媳妇儿，吓唬两下就老实了。哼，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怎么了？进屋说。到底怎么了？今天厂里出了点事儿。严重吗？有个项目出了问题。什么项目？电子管测试那边数据不稳定，连续几批样品都达不到标准。领导让我负责查原因。这不是说明领导信任你吗？是信任，也是不小的压力。如果查不出原因，后面的生产计划会受影响。会影响你吗？会影响考核。严重到什么程度？不算太严重，至少现在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如果拖久了，责任就不好说了。你怀疑是技术问题，还是有人操作失误？我不懂技术，就是随口问问。现在还不好判断，数据变动太奇怪，我得把前几批记录都重新核一遍。那你心里有方向吗？有一点。那就好，别担心，你技术那么好，一定能找出问题所在。我心里有数，只是这几天可能要加班，顾不上家里了。家里有我呢，你安心工作。
我这几天可能回来的晚，你别等我吃饭。知道了，厂里的事儿要紧。三弟，有事儿？大嫂，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我大娘那份工作，你前几天不是说我比二哥更有资格继承吗？我是说过。那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情？果然来了。三弟，这事儿可不好办。那份工作现在在你二哥手里，我说了也不算啊。可那本来就不该是他的，我才是大哥的亲弟弟。周丽君跟大哥又没有血缘关系，凭什么他能占着那份工作？三弟，你说的我都明白，可这事儿得你爸点头才行。你爸要是同意，我自然没话说。我爸偏心，肯定不会同意。大嫂，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还是太嫩了，以为说几句好话我就会替他出头。不过他想闹，我乐见其成。周家这潭水越浑越好。三弟，这事儿我不好直接插手。大嫂，但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大嫂，你说。你现在是临时工，一直担心被下放，对吧？你怎么知道？这院里谁不知道，街道办盯临时工盯得紧。你要是没有正式工作，早晚要被安排下乡。可如果你能把那份正式工的工作拿到手，对，就是这个理。关键是你得让你爸妈明白，这份工作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不是周烈军的。可我爸妈不会听我的。那就让别人来说。谁？院里的老人们。当年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你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提一提，自然会有人帮你说话。大嫂，我明白了。明白就好。谢谢大嫂。周建华，刀我已经递给你了，接下来就看你怎么捅了。这出戏得让全院人都看见才精彩。小珍，你家建国这几天加班吧？是啊，厂里项目出了点问题，他忙着查原因呢。周公是个能干的，不像有些人拿着正式工的饭碗还不知道珍惜。说起来，那份工作本来也不是普通工作，可不是嘛？那可是沈玉芳用命换来的。当年不是说好赵一只是替建国占着位置吗？话是这么说的，后来不还是给了建军？建国不争，我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可怜三弟，现在还是临时工，天天担心下乡。要这么说，建华确实比建军更有资格，毕竟建华才是周家的亲儿子。那工作到底是沈玉芳留下的，怎么也该先紧着建国这边的人。流言不用我说太多，只要给个头，自然有人往下传。德厚啊，过来坐坐。何老爷子，您叫我听说你家老三也想要那份正式工的工作。何老爷子，您听谁说的？院里都在传，说老三天天在家闹腾，说那工作应该给他，毕竟他才是你亲儿子嘛。误会，都是误会。老三就是随口说说，我没那个意思。德厚啊，老三的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工作本来是沈玉芳的，沈玉芳只有建国一个儿子，建国不要，那建国的亲弟弟自然比外人更有资格继承。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何老爷子，这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当然，建军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对他好也是应该的，但工作的事儿你还是得好好想想，别让外人看笑话。您说的是，我回去好好考虑。糊涂啊！周德厚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周建华天天闹，院里舆论又偏向他。周德厚如果继续偏袒周建军，就是打自己的脸。可如果他把工作给周建华，周建军和赵桂林能答应吗？这出好戏才刚刚开始呢。那工作本来就该是我的，凭什么给周炼杰？那工……你去歇着，我来做。不累。你这几天都没睡好，还不累？我喜欢给你做饭。周建国，你怎么这么傻？傻吗？傻得让人心疼。今天何老爷子跟爸说话了。说什么？说那份正式工的工作。何老爷子说，建华是你亲弟弟，比周炼军更有资格继承。
你是不是在背后做了什么？没什么，就是跟邻居们聊了聊天。秀珍，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你不用把自己卷进这些事儿里。我已经卷进来了。我爸那边我自己来处理。建国，你说过让我来出头的。我怕你被他们针对。他们已经针对我了，可我不怕，这些事儿我做的心甘情愿。再说了，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儿，就是把当年的事实说出来罢了。你呀，放心，我有分寸。现在院里的风向对我们有利，你爸就算想找我麻烦，也得掂量掂量。答应我，别让自己受伤。我答应你。周公，这都第3个晚上了，要不你先回去歇歇，参数还没查完，不能走。等等，找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零件的参数设置错了，误差不大，但足够让测试数据不稳定。确定吗？确定。我今晚把修正方案写出来，明天重新测试。好，建国，这次你立了功，这次问题能这么快查清楚，多亏了周建国同志，技术过硬，责任心强，是咱们厂里的骨干，都是我应该做的。年底评优秀职工，你的名字我会重点考虑。秀珍，我有个好消息，项目问题解决了。解决了，是一个零件参数设置错误，已经修正了，测试也通过了。我就知道你最厉害。别闹，被人看见了。门关着呢，谁看见？这是奖励。周建国，那我也要奖励你。你放我下来！老大媳妇儿，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好啊，妈。老大媳妇儿，你最近在院里说了些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妈，我说什么了？我就是跟邻居们聊聊天，又没说什么坏话。院里那些风言风语是哪来的？你心里清楚。我告诉你，别以为有几个人帮你说话，你就能翻天了。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妈，您说谁是外人？我可是周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倒是有些人在这个家里住了20多年，连个名分都没有。谁是外人，您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提醒您一声，有些事儿别做得太过，否则撕破脸对谁都没好处。对了，爸答应给我们的那些钱，您什么时候给啊？我可等着用呢。你等着，这事儿没完。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他没动手吧？就是放了几句狠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他再找你麻烦，你就躲着点，别正面冲突。放心，我知道分寸。我说真的。我也说真的。你别总皱眉，像个小老头。你呀，厂里要清退一批临时工，爸，我怎么办？事情还没定，你急什么？怎么不急？要是真轮到我，我就得下乡。建华，你先别闹，你爸会想办法的。想办法？你们能想什么办法？县城的正式工工作就在他手里。你什么意思？那份工作本来就不是你的，那是沈玉芳的工作，是大哥亲妈用命换来的。大哥不要，也该给我，我才是爸的亲儿子，凭什么让你站着？周建华，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别吵了，都别吵了。妈，你也这么想？我在这个家这么多年，帮你们做了多少事儿，现在为了他就要卸磨杀驴，没门儿！够了！反正我不要下乡，爸，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果然闹起来了。你早就料到会这样了吧？也不全是，不过周建华急功近利，迟早要闹事。我只是推了一把而已。秀珍，你有时候真让我看不透。看不透才有意思。你要是一眼就把我看穿了，那多没劲。就你嘴贫。这出好戏还远远没到收场的时候。我不要下乡，爸，你必须给我想办法。建华，你别闹了，
你爸这不是在想吗？想，再想下去我就被街道办送走了。那工作是我的，谁也别想抢。周建华天天哭闹，赵桂兰两头和稀泥，周德厚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天上班没精神，晚上回来还要收拾家里这摊烂事儿。周德厚这几天怕是老了好几岁。小林，你说周家这事儿能怎么收场？谁知道呢？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外人看看热闹就行了。我看啊，赵桂兰早晚得栽跟头。当年的事儿做得那么绝，现在报应来了。周家现在乱成这样，正是要钱的好时机。周德仲被家里的事闹得焦头烂额，正是最虚弱的时候。这时候我要钱，他多半会为了息事宁人答应下来，但不能直接去要，那样太刻意，会显得我趁火打劫，得找个合适的由头。爸，您回来了，有件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什么事儿？爸，这几天看您气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要不让建国给您买点补品？不用了，我没事。那就好。爸，是这样的，我娘家来信了，说我二哥下个月可能有机会探亲，我想请他来城里住几天。你二哥要来？对啊，他当兵这么多年，难得回来一次，我这个当妹妹的总得好好招待他。可我们屋子太小了，我想着能不能让建国去厂里申请一间大点的宿舍。爸，你也知道我二哥现在是副连长了，以后说不定还能再往上升。他要是来了，您这做长辈的怎么也得见一面吧。探亲的事儿定了？还没完全定，不过他说想亲自来看看我。我二哥这人脾气直，最见不得别人欺负他妹妹。上次我回门的时候，家里问我婆家情况，我总不能撒谎吧？你都跟他们说什么了？也没说什么，就是实话实说。什么建国这些年交给家里的钱啊，什么我婆婆那份工作的事儿啊，还有爸您答应给我们的1860块钱啊。爸，您不会怪我多嘴吧？我也是没办法，我二哥问起来，我总不能撒谎。他要是知道我在婆家受了委屈，那还不得闹翻天？老大媳妇儿，你想怎样？爸，我不想怎样，我就想要回属于建国的东西。您答应给我们的钱1860块，什么时候能给？爸，我知道您为难，家里现在正闹得不可开交，可这钱是建国辛辛苦苦挣的，您总不能让他白干这么多年吧？再说了，我二哥要是来了，问起这事儿，我怎么跟他解释？你容我几天？几天？等家里的事儿处理完，我就把钱给你们。那就说定了，爸。您可别再拖了，我二哥来之前，我得给他一个交代。哼，这老狐狸不逼一逼，他是不会乖乖就范的。爸，你到底管不管我？都给我闭嘴！刚才我听见你跟我爸说话了。我跟他说了钱的事儿，我还顺便提了提我二哥可能要来城里的事儿。你二哥真的要来？不知道，娘家确实来信了，只说可能有机会探亲，具体什么时候来还不一定。那你刚才……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爸知道我娘家不好惹。秀珍，你这招够狠的。不狠不行啊！你爸那人吃软怕硬，不给他点压力，他能一直拖到天荒地老。辛苦你了。不辛苦，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做什么都值得。我永远站在你这边。既然话已经放出去了，这封信就必须寄。周德厚答应还钱，却一直拖着，这是第一项证据。周建华和周林军为了工作闹翻天，这是第二项证据。赵桂兰处处给我使帕子，这是第三项证据。我知道二哥看完这封信肯定会气得跳脚，但我不怕，我就是要让娘家知道我在婆家的处境。同志，寄这封信。好，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他们也好替我撑腰。我就知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二哥，你真要走啊？不走，
留下来看你们一家人怎么卸磨杀驴吗？建军，妈也是没办法。没办法，我在这个家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比不过你们的亲儿子。单位给你分了宿舍，你搬出去住也不是坏事儿。说的真好听。工作给你了，你满意了？二哥，这工作本来就……闭嘴！还真搬走了。赵桂兰算计半辈子，最后两头空啊！大嫂，你别得意的太早。二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你放心，以后你就是外人了，周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也别再回来搅和了。走，咱们走着瞧。周建军这个人心机深沉，睚眦必报，以后肯定还会找机会报复。但那又怎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还怕他不成？我明天就去厂里办手续，以后也是正式工了。抢来的工作还挺得意。周炼军就是白眼狼，养了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一点良心都没有。人家是怎么走的，你心里没数啊？赵桂兰啊，赵桂兰，你机关算尽，到头来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以为把周建军养大，他就会一辈子感恩戴德，却不知道在利益面前，什么养育之恩都是虚的。老大媳妇儿，开门。爸，您来了。1860块，你数数。爸这么说，那我就数数。10块、20、30，刚好1860块，数目对了，谢谢爸。钱给你了，以后别再翻旧账了。爸，这不是翻旧账，这是建国应得的。您要是一开始就把钱给我们，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来。行了，钱你拿好，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爸，您这话说的就见外了，咱们是一家人，哪有什么井水河水的？您放心，以后逢年过节该孝敬您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秀珍，你刚才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是在告诉他，以后咱们按规矩来。按规矩？该给的孝敬钱我们会给，但也仅此而已，别想再从咱们身上多拿1分。你想得周到。建国，这钱咱们得好好存着，以后有了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都听你的。钱拿到手了，这只是第一步。赵桂兰不会善罢甘休，周炼军也不会轻易放过我。可我不怕，有周建国在我身边，有娘家在背后撑腰，我什么都不怕。林秀珍，有你的信。二哥回信了。你二哥的信。你要是在婆家受了委屈，就回娘家。二哥养得起你，谁敢欺负你，二哥第一个不答应。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探亲假，下个月就能回来。到时候我一定亲自去周家看看，好好敲打敲打那帮人。你二哥真的要来？他说下个月就到。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准备什么？不能让你二哥觉得我亏待你。放心，我二哥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只要你对我好，他什么都好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知道，二哥要来，房子是第一个问题。怎么样？厂里怎么说？批了。真的？不算宽敞，但比现在这间大一点，能多放1张床。够了，二哥只是来住几天，又不是常住。我下午请半天假，先把大件搬过去。我跟你一起。你指挥，我来搬。行，听你的。这张床给二哥睡。再铺2床厚被子，晚上不会冷。建国，你说二哥会不会嫌挤？不会，部队里条件比这儿艰苦，他不会挑。
你倒是挺懂我二哥。我怕他觉得我没照顾好你。你已经很好了。小林，你这是要干嘛？大扫除啊？不是，我二哥下个月要来探亲，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就是那个副连长二哥？对，就是他。你娘家可真是人才辈出，有这么个二哥撑腰，以后谁还敢欺负你？王婶这嗓门，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见了。妈，他二哥真要来，你少去招惹他。我又没怕他。不怕，你爸现在见了他都绕着走，你还想惹事儿？大嫂，你二哥来了住哪儿啊？你们那屋子那么小，他不嫌挤吗？谢谢小妹关心，我们已经换了大房子了，我二哥来了住得下。不就是个副连长吗？有什么了不起？是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是能给我撑撑腰。小妹，你说有娘家撑腰，是不是挺好的？整天就知道给我添堵，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这是谁啊？穿军装的？该不会就是小林那个副连长二哥吧？二哥，秀珍，瘦了。二哥，你也瘦了。哈哈，部队里天天训练，想胖也胖不起来。这就是妹夫。二哥，人还不错，比我想象的强。我会好好照顾秀珍的，那是应该的，不然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二哥这人就是嘴硬心软，看这架势，他分明已经认可建国了。他真来了，请进。还行，挺干净。我收拾了好几天呢。你申请的房子，之前那间太小，怕二哥来了住不下，有心了。厂里最近忙，前阵子项目出了点问题，刚查清楚。听秀珍说你是工程师，电子管厂的，技术工种好，靠本事吃饭，走到哪儿都不怕。二哥在部队也辛苦，男人嘛，辛苦点不算什么。看来二哥和建国处得比我想的还好。秀珍，这都是你做的？不然呢？难道是建国变出来的？我帮忙烧火了，好吃。秀珍，你这厨艺长进了，比在家那会儿强多了。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部队里可吃不到这个味儿。妹夫，二哥，秀珍在你们家受没受过委屈？刚结婚那会儿，确实闹过一些不愉快，但秀珍都处理好了，现在没人敢欺负她。哼，那最好。她从小在家里，爸妈疼，大哥疼，我也疼。她嫁人不是来受气的。我明白。要是有人敢欺负她，我第一个不答应。二哥放心，我会一辈子护着她。记住你今天的话，我会记住。有他们在，我心里踏实极了。秀珍，今天带我去见见你公公。二哥，你不会真想去找他麻烦吧？放心，我有分寸。他毕竟是你公公，我来了总得见一面。你这表情可不像只是见一面。放心，二哥给你做主，我陪你们一起去。卫国同志，快坐，快坐。伯父，我这次来，一是看看秀珍过得怎么样，二是跟您聊聊。应该的，应该的。秀珍在你们家过得还好吗？好得很。秀珍是个好孩子，建国也喜欢她，她在我们家不会受委屈。那就好。我们家秀珍从小就是家里的宝贝疙瘩，我爸妈舍不得她吃一点苦。她要是在这边受了委屈，我们可不会善罢甘休。不会，绝对不会让秀珍受委屈。那我就放心了。还有一件事，听说伯父之前欠了秀珍他们一些钱，现在都还清了吧？还了，一分不差。那就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伯父是明白人，我就放心了。伯父，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了。以后秀珍要是有什么事儿，还请您多担待。一定。二哥，
你可把他们吓坏了。就是要吓吓他们，省得他们以后再欺负你。二哥这招够狠的。妹夫，以后秀珍就交给你了。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可饶不了你。二哥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秀珍。以后别再惹老大媳妇儿。二哥，你就不能多待几天吗？我得还有事儿，能出来3天已经不错了。零花钱。二哥，你怎么又给我钱？我现在不缺钱。缺不缺是你的事儿，给不给是我的事儿。在婆家别委屈自己，该吃吃，该花花，谁给你脸色，你就写信告诉我。你自己在部队也要用钱。我一个大男人能花几个钱？妹夫，秀珍交给你了。二哥放心，我会看着的。有娘家撑腰的女人，走到哪儿都不会受欺负。老大媳妇儿回来了。爸，饭还没做，你们自己弄吧。好，赵姨辛苦。大嫂，小妹今天这么懂礼貌，这都是二哥的功劳。赵桂兰偶尔还会给我使点小绊子，但我都不放在心上。哟，小林今天这身打扮可真时髦啊！时髦啥呀妈，这都是建国给买的。只要他不碰我的底线，我也懒得跟他计较。周德恒倒是彻底老实了，再也不敢提什么交家用、孝敬父母。我乐得清静，他们不来烦我，我也不会主动找事儿。小林，听说你们要搬走啦？是啊，建国厂里分了新房子，下个月就能搬过去。真好，你们2口子以后就有自己的小窝了，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肯定会。新房子虽然不大，但是独门独户，再也不用跟周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了。你真的请好假了？请了半天，够搬东西。东西不算少，可能得跑好几趟。我多跑几趟就是。我也一起搬。你负责看东西，我负责出力。周工程师现在很会安排人了吗？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当然你指挥。小林，这棉垫你拿去铺在椅子上正好。王婶儿，这怎么好意思？乔迁嘛，图个热闹。我这干菜也不值钱，冬天炖肉香。谢谢孙姨。大嫂，这箱子放哪儿？放门口就行，辛苦3弟了。没事儿，应该的。大嫂，这不用，这不用，拿着，辛苦费，规矩办事。谢谢大嫂。秀珍，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我们的家，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不怕，有他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